国际上最大的头条，那就是川普又塌口了吗？才说啊要对欧洲来课关税，因为他要拿到格陵兰，结果现在呢他说不课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跟格陵兰问题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于是呢他就取消了对欧洲8国的关税，真的是一个大逆转呢哈。这个川普怎么说呢？他说啊，他跟这个吕特展开了具有建设性的会谈，双方已经就格陵兰形成了一项未来协议框架，所以呢，原定2月1号要加征的关税呢，他就不会收了。但是呢，你是用什么东西换来川普不收关税呢？现在呢就透露出了一些细节啦。很多与会的高级官员就说呢，潜在的协议呢，可能是要格陵兰去割出一块土地来供美军来建立军事基地，有点类似这个塞普勒斯英国领土模式。除此之外呢，也要在格陵兰安装这个金球系统，还有呢，格陵兰岛的这个采矿权也都要给美国。很奇怪啊，这些东西格陵兰之前没有答应吗？应该也有吧。好，另外呢，也传出了说，川普考虑啊，要向格陵兰岛的人民呢，每个人提供100万美元的方案呢，只要呢你举行公投通过加入美国，那么我就给你100万美元。之前就传出他要付钱了啦，但之前传出的是10万美元啦，但是10万美元其实跟这个丹麦的补助相比之下还是比较少，所以现在一口气提高到100万元了，不知道是真是假啦哈。但是呢，丹麦呢是非常的不高兴的哈。丹麦的外交部长就说了，说现在啊，川普呢还是没有收回要对这片北极领土的威胁，所以我们的问题也还没有消失。那么现在格陵兰岛的自治政府也去建议民众了，说呢，发了这个应急手册说大家要准备好5天的生活必需品，其中包括了饮用水啊，还有可以维持5天的食品储存量，以及卫生纸等等，还有狩猎武器、弹药、渔具也都通通列入这个建议的物品清单，因为不知道接下来的是100万美元还是子弹。好，但是呢，我们来看到了川普呢，他觉得自己很委屈啊，因为这个丹麦啊是忘恩负义的。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Looking for is a piece of ice, cold and poorly located, that can play a vital role in world peace and world protection. It's a very small ask compared to what we have given them for many, many decades. Without us, right now, you'd all be speaking German and a little Japanese, perhaps. After the war, we gave Greenland back to Denmark, but we gave it back. But how ungrateful are they now?好了，他说这个只是一块冰而已，我要一块冰都不行吗？结果现在格陵兰居民就说很生气了，我们不是冰，我们是人，我们在这里的老人家现在都很害怕呢，孩子呢现在也都非常的害怕美国。好，除了格陵兰居民很害怕之外，现在丹麦人也很生气了，你怎么抢我们的领土啊？丹麦人现在呢疯狂下载一个 app， 因为这个 app 呢可以去协助辨识这个产品的来源。如果我一查了发现这个是美国产品，那我就抵制。所以现在这个 app 已经在这个应用下载城市的排行上迅速的攀升了。那不仅这个人民要出来反制啊，这个丹麦政府也出招了就是呢，丹麦的基金清仓了美债，清仓了多少？清仓了1亿美元。但是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什么？说这件事情跟丹麦一样的不重要啦，而且那还不到1亿美元呢。他们卖国债已经很多年了，我一点都不关心也不担心啦，好，但是呢，川普一直想要拿格陵兰，但是他竟然在讲话的时候4度把格陵兰说成是冰岛，而且本人是浑然未觉。事后白宫说，那是因为川普形容格陵兰是像一块冰，所以才会一时口误成冰岛了。是这样子吗？他也曾经说过想要把冰岛变成52州啊，难道他是不小心把他接下来的计划给讲出来了吗？好，那对于这一出戏啊，中俄也表态了。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怎么说。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啊，北京无意跟任何的国家去争夺影响力，强调中方始终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制，驳斥了外界认为中方乐见美欧局势混乱的说法。那么普丁怎么说呢？普丁说啊，格陵兰岛当前的事态跟俄罗斯完全无关，那么美国跟丹麦会自行处理好这一个争端。好，现在中俄呢就是插手来看你美国跟欧洲要闹到什么地步。但是川普这个他缩手了，有没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股市大跌啊？我们请教亮哥。我觉得吕特那个不可信啊，
因为李特是北约秘书长，本来就亲美的，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丹麦还有北欧国家怎么想啊，那当然啦，这现在就传出来嘛，说啊，不然给你割一块地，让你多盖军事基地啦。我很难想象美国会接受啦，一大块冰，结果给我一小块冰，我怎么能接受？格陵兰这块冰还真大216万平方公里，60个台湾。而且未来如果气候暖化，就越来越多陆地会暴露啊。丹麦当然会这样想啊，当然也有感情的因素，而且丹麦取得格陵兰的领土是有国际条约承认的，所以你无论如何啦，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格陵兰人去启动格陵兰自治法，要公投独立嘛，那这个丹麦不能阻止啊，那美国要去发每个人100万100万，他现在讲到100万，可以阻止啦，丹麦不能阻止这等于贿选啊，这是贿选。对了，就是程序上，丹麦可以要求程序公正，对了，这个是补助，可是他不能阻止格陵兰人要公投啦，对。那现在是这样了，就是一个人100万，美国就因为他的公民数就2万多而已啦。美国大概要花个200亿啊，划算啊，当然划算啊。格陵兰这么大一块冰，对不对？而且它不只是北极航道，而且是一个盖军港，还有稀土、锂矿，还有很多啦，怪不得美国会流口水啦，尤其是在川普要把这个聚焦回到西半球，往上一看。西半球上面一个加拿大，一个格陵兰，他都很想要啊。那我觉得他是没有政治智慧啦，把局面搞成这样。其实他如果有智慧一点，用渐进的方式去游说大家，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就是说，北极圈越来越重要，那俄罗斯早晚会跨界力量会渗透进来，谁能够保护格陵兰？他如果用这个方法去说服欧洲国家，我觉得有一定的可能性啊。可是你粗暴成这样，现在加拿大紧张的要死，对，因为加拿大认为格陵兰一旦被并吞，接下来就是他，所以加拿大那个卡尼亚，还讲了很硬的话，说美国如果出兵，我不排除派兵那就是要把那个动作做到多难看因为。其他欧洲国家也许最后会袖手旁观啦，因为不干你的事嘛。可是我们讲，如果丹麦下决心要把1000个军人放到格陵兰，你怎么办？就丹麦如果死不让难道你美国要开战吗？如果你真的登陆格陵兰，那硬把那个丹麦的部队击败，哇！北约这恐怕北约就瓦解了，肯定瓦解了。对啊，所以我说，其实可以玩得很难看大家都下不了台其实我觉得欧洲的民意基本上还是希望格陵兰有美国的力量保护啦，这是一定的啦。那只是说，美国给人家感觉就是川普要落实这个帝国版图的扩张。那种虚荣他就是要历史留名嘛。对啊，就说我这个47任总统，那并了格陵兰，是哪一个总统？川普总统，他就是要这个嘛。所以就说不然租约好不好？给你99年。对，我看川普也不要，觉得好像我在租殖民地，没面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卡在这种地方了，就是你要大面子，又要理智，哪有那么好的事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把局面给弄僵了。川普他已经历史留名了但是呢，这个格陵兰的问题啦，现在呢看起来好像已经缓解了吗？我们来请教聂老师。那个我对川普这个人，从去了美国，我在1986年到美国就知道这个人，然后就非常的。在那个时候非常欣赏这个人，也非常的佩服这个人。当然，我也知道他是一个商人。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觉得这个人了不起，不一样。
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奇怪，有实的有虚的，有2样东西是非常实在，叫道德和法律。这个人呢完全不遵守，这个呢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他或欣赏他。但是我只能说，我欣赏他是在他交易这一块。他在30-40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他用了各种方法，在他的房地产呢建造了一个类似房地产王国，而且起来又倒，起来又倒，甚至把最重要的纽约的这个广场饭店都拿下来。在1988年雷根时代，那当然他当时是最佩服雷根嘛，到了4年后又破产，6大产业都破产。你看这个人了不起。我有在想这中国有个谚语叫做“宁可做这个愚蠢的智者，不要做聪明的傻瓜”。表面上他非常非常聪明，各位看一下他一个一个的攻击这真的符合他那个《Apprentice》那部电影里面讲的3招。第一个，攻击攻击再攻击，他从来没有停过他的攻击的脚步。第二个，他永不认错，他违反了法律他破坏了道德，他不会错的，他永远是他就是对的。最后更厉害，他总要赢，他永不认输绝不认输的精神，真的让他一路攻到底。那当然，这个委内瑞拉的事件才刚过，现在来的是格陵兰，但格陵兰到底值不值钱呢？我们的分析很清楚嘛。刚才这个亮兄也讲到，这个整个地方这么的大，200多平方公里，那只有5万多人，就这样，台北市呢，整个台北市呢，40万平方公里内只有1个人，那就是冰天雪地这么样的地方，你住都住不了，顶多去看看雪而已。不，重点它有它非常高的价值利益。也就是川普看到最少有3个，第一个，他的北海航道，那有可能他可以在这时候呢阻止不管中国、俄罗斯从那个地方，他可以在那边拿到他的控制权，跟巴拿马，甚至将来伊朗，他如果能拿到荷姆斯海峡那个航道控制，那更不得了了。第二个呢，他可以做他的飞弹的布置，也就是说，不管是一块地，当他刚刚讲的，他不太可能只接受一块地但是呢，他这个金炯的想法，他觉得那个只要他拿到控制权，他是有机会的。当第3个很重要，还是矿产的开发。这是我一开始他上任的时候就看到格陵兰，我认为的第一个最主要因素，因为美国只有180万吨的这个所谓的稀土的这个储量，他看到英格兰有150万吨，不管多少，最少可以把它提升将近它本土的 double，2倍之后呢，可以抗衡未来他们在稀土上的量的不够。当他现在这一次一次又一次，他称为他就是一个 top 的一个交易员，他的确是太厉害了。从房地产交易员到现在的政治交易员，但不管怎么样，各位了解他到底拿不拿得到？从某个角度过去美国的底气是绝对拿得到的。各位想想看，美国原来就是13州，怎么会变得这么大呢？48、49、50呢？不是骗来的，阿拉斯加嘛，骗了一个11就进来，就是抢来的嘛。德州怎么来的？你去德州的outlet看看，拿一个 penny 给他那个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兵，一个 penny 可以拿1个 acre 1亩的地。我跟你讲，1亩够大了，拿了2个1亩管不了。结果呢，真正人家的地主来跟他攻击，还说是人家是坏人，他抢人家地的兵，一个1亩1亩拿了，集结民兵 ，Houston 民兵，这个 San Antonio 民兵去打那个 San Antonio， 那个墨西哥，你知道那墨西哥人也傻傻，因为那个中南美洲就是那个感觉智慧低一点，就被人强行抢走了。我还是一句话，英格兰我看到现在，我说如果以前的底气大概也拿得到，但现在底气也是够，美国已经慢慢消裂，可是川普真的是厉害。不过重点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觉得你今天要拿人家东西，一定要拿到心呐，你完全都没有拿到心。各位想一想他刚那个贝森特讲一句话，我觉得很离谱。他说丹麦这是一种表达嘛，就像当时不是送了40几个军人，就是8国联军有没有带军人去？他怎么打得过你呢？他用那种感觉告诉你说，我们很不支持你，不要这样子，我们连个死都不屈。他还告诉你一件事，我们要清仓，把你债都卖光。他那个贝森的意思说，那区的小1亿算什么我们都多少38兆都签了1亿。不过你要想解一件事，人家不是人家，你要给人家爱，不是。但是我想爱之外，你还要给人家生存你让人家人生存都不下去，人家不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主要是国情民心影响。他说这无关紧要嘛，你就卖嘛。可是你知道最有关紧要是这些国家的国情和民心已经完全得罪了。因为这个川普实在是太霸王硬上弓了啦。好，我们请教徐荣庭委员。议员，最近大家都在看韩剧，韩剧叫做《爱情怎么翻译》结果呢，比爱情怎么翻译更重要的，对全世界更重要，叫川普怎么翻译。川普已经就任了这么多年了，其实一年多了，但是这1年多，学界、政界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自称，就是说我就是川普的翻译机，我就是懂他。
所以你看川普他所有的策略、所有的模式，其实他整个耍了全世界团团转。你唯一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像刚才聂老师所提到，进攻、进攻、进攻。所以川普是一个，我们过去讲说要5毛给1块很奇怪，川普是要1块拿到5毛我也甘愿，所以他永远都是攻，然后拿一点。那我觉得在看格陵兰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分析川普他到底是在进攻还是在防守。他如果在进攻，那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土地，他要的是航线，他要的是整个的这个部分，还是说他要的是稀土？可是从稀土的这个概念上面来看的话，因为他开采在这个高冷的这个地方，它的开采是有困难的，成本是高的，所以看起来可能就说，一个战略储备，一个战略要地，看起来很重要。我比较倾向看他这件事情是，如果川普真的那么的急迫到要用这么无理的方式，甚至你看他用的是交易。其实每个人给100万美金，这个不就是恶意敌意并购吗？对不对？这就是收委托书嘛，这是股东会收委托书的概念嘛，去逼人家去做嘛。那如果是从民间发动不行，这个配合他的人会是叛国罪，这个只能国家对国家提 proposal 嘛，就国家对国家说啊，好啦，你们看看愿不愿意把这个东西成案？可是谁愿意帮他成这个案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川普真的这么急于做这件事情，我只有2个解释，就是最近的新闻让我觉得这2件事可以连在一起看。首先就是你美国的整个战略收缩，你的 Golden Dome 我们刚才都在提到，你为什么这么急着去做本土防卫？是不是因为哪些国家有所谓的弹道技术的突破，让你认为说我这个地方是有危险的？另外一个就是过去俄罗斯在发动的一个叫 Poseidon 的这个核子无人的这样的一个潜艇的这样子的一个攻击器。我认为，如果假设川普这么急于去取得这个地方，非常有可能就是他真的认为他的本土是危险的，而这个本土是危险的，导致于他真的就说要把格陵兰整个拉出来去做他的一个新的防御线。但这也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既然如果真的这么重要，那其实冰岛你真的也应该要拿下来。是啊，因为冰岛在这里是它的最关键的这个节52州啊，对啊，这里的关键节点嘛。所以如果真的配合它的这样的一个脉络，那再配合所谓的美国现在整个的国防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收缩调整，我可以解读就是说，或许真的有所谓的技术突破造成他要去做这件事情，否则我实在看不出来，就是说到底有多急迫到一定要用到这种如此的手段去取得格陵兰。可是即便你要装导弹，也可以谈啊。对。而且北约也没有不让他在那里装导弹，怕他提手起来太快了，我觉得。所以或许真的就是他要的历史定位吗？好，不晓得。但是呢，不止格陵兰啦，现在川普呢，还要很多地方吗？因为他最新的 P 图显示了，看到呢，他把这个加拿大、格陵兰、委内瑞拉全部都纳入了美国版图，上面全部都是美国国旗，而且看到没有，这个 P 图下面还是这个欧洲的各个领袖啦。那么现在呢，加拿大呢就第一个我离你最近了，我最怕了，所以呢，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呼吁了，中等强国呢，我们应该要结盟起来对抗大国，也就是美国。哇，加拿大竟然要对抗美国，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哈。他说啊，如果我们不在谈判桌上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会成为盘中餐。而且呢，卡尼也去支持格陵兰的主权呢，下个月呢，加国就要去在格陵兰来设立领馆了。但是呢，川普就对卡尼很不满了，说你加拿大你之所以会存在，都是靠美国了，还说呢，我们要装这个精穷的飞弹防御系统，基于地理位置，我们也涵盖了加拿大，你根本就是免费得到了好处啊，所以你应该要心存感激。但是你们没有现在呢，不仅仅是把美国当成了敌人啊，就连这个在金融体系方面呢，也要去跟这个中国走近了。好，因为呢，面对川普的关税政策以及去收购格陵兰威胁引发的地缘动荡，加拿大的皇家银行正在考虑要拓展中国和中东市场，展现这个市场的多元化。因为目前他们都没有跟中国来，现在要来重视这一点了。而同时呢，卡尼访华之后呢，加拿大的农业部长也表示啊，他们要松绑之前的这个牛肉出口，要重新把这个牛肉呢给进出口中国。那么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呢也都出来要来反美国了嘛，像是这个法国嘛，法国之前就是第一个出来就是对抗美国的。那么现在中国外交部也回应了，说呢，我们非常欢迎
中国在欧洲关键领域来进行直接投资的言论啊，说呢中欧的经济关系呢是存在着优势互补哦，所以呢欧方是以长远的远光开放的心态，我们中国呢都非常的乐观。那另外呢，法国去要求北约要在格陵兰军演，贝森特很不爽，他说别搞事，你是想怎样啊？说这是相当的不切实际的，你想要去传递什么信号啊？而德国呢？德国现在呀也是跟中国走得非常近，因为美国不可靠了嘛。现在呢他们是签署了这个大熊猫的保护合作协议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慕尼黑呢将要迎来2只大熊猫了。日本的大熊猫回去了，结果德国得到了大熊猫。好，另外来看到英国的部分呢，英国政府啊也最快要在周5的时候公布首相施凯尔的访华行程，而且届时呢会有多家的英国企业高层一起要陪同出访哦，期望能够重启自2018年以来中断的英中企业家委员会，还说这场商界对话要重新推向黄金时代，而且不仅仅是商业界的对话哦，英国的议员还祭出了一个奇招，是什么？是足球赛哦。我们来看到了，因为呢，2026的世界杯就要在6月。在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开赛了，英国议员就直言了，说我们常规的手段、外交手段，川普都没有在怕，也没有约束力，所以呢，我们英国政府需要针对个人特质去以牙还牙，我们不给他这个参加世界杯，让你看不到我们英国人踢球。好，那至于西班牙呢？西班牙说他们受够川普威胁了吗？呼吁呢我们自己欧洲组成联军吧。好，这个是西班牙外长表示，说敦促欧盟采取行动，成立一个联合军队，借此来作为一个震慑的理由，而且还说要比27国的军队各自为政来的更有效率。好，但是欧洲联军讲了好久了，自从乌克兰到现在都已经还没有成立啊，所以你真的有可能能够对抗这个川普的并吞吗？我们来请到亮哥。欧洲联军从戴高乐就开始讲了啦，哪里是乌克兰就开始讲，这些欧洲人就是最没用的啦，都讲一些废话。西班牙更没有立场讲这种话。西班牙的国防预算只有 GDP 的1个百分点，还好意思讲欧洲联军，真是笑死人了。其实今天啊，我觉得有2个人演讲是在达沃斯啊讲的最白啦，一个就是卡尼嘛，公开讲说这个全球的自由主义的秩序已经结束了啦，我们要中等强国要团结起来啊，他很彻底。然后去访问中国大陆，成果也意外的丰硕，因为加拿大做了很多让步，他电动车就直接让他进加拿大，4.9万辆，关税率才6.1%，而且竟然说愿意跟中国恢复铀矿的贸易，哇，这个可敏感啊，核电厂，那中国也给他面子啊，牛肉让你重新输入，油菜籽也可以卖。所以其实加拿大是真干呐，还有啊，他要在格陵兰成立使馆，说你美国如果打格陵兰，我要出兵。我觉得加拿大是最彻底的啦，其他我坦白讲，其他欧洲人看看就好了，那马克龙就是吹牛大王了，那现在又多了好几个。今天下午今天那个演讲，鲁特林克。我建议大家也去看一看，鲁特林克又仿效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那个 Jelly Fans， 又把欧洲人洗了一遍，讲得好直接啊！我没有看过鲁特林克有这么阿萨里的演讲过，他是在一个座谈就直接修理欧洲人，说你们根本就不认清形势，你们知道你科技多落后吗？你们的石油有多贵吗？你们的电价是美国的3到4倍，你们怎么发展？哇，还搞什么绿电？大骂一顿这样。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要拿一块土地这种分歧了啦，是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不一样。就是川普的这个团队，包括贝森特，包括鲁特林克、Jelly Fans， 还有卢比欧，我认为他们的立场越来越坚定，就认为全球多边秩序对美国不利，所以他不是退出66个组织，其中31个是联合国的，只差点没说联合国我要退出这样而已啊。
我觉得他认为多边组织对美国不利，那让美国的单边的实力没有完全发挥，尤其是我坦白讲了，贸易跟科技战，美国不一定有优势了，可是军事跟美元有极大优势，我认为美国就是要玩这2招，所以未来还会有很多手了，那欧洲人就踹了蛋了，就是这样。我觉得美国大概已经是想透了啦，不再 follow 过去的规则了。所以卡尼讲的最对了，过去的规则已经没有用了啦。所以欧洲也必须要认清事实了。好，我们请教练老师。OK， 我来先分析3个人。当然，顺这个亮哥讲的，就第一个 Luknik 这个人呢，当然我觉得他是很典型的一个中心内阁嘛，跟着川普那有样学样。所以呢，这个很嚣张的这个训示的欧洲人，这个不是川普之前做的吗？在联合国在里面也做过。那我觉得他们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太过自信，都把人家当作好，这个完全不在乎人家的这种心理的感觉。对，我要讲一个人再高富帅，当你面对一堆小美女好了，一群的美女的时候，你要知道，当你一个人不道德，你有3霸，霸气十足，霸道行事，又一直霸凌别人，请问这些人怎么喜欢你？他们只是怕你，跟你坐在一起，只是不想得罪你。非常清楚。那我也看这个欧洲了，刚刚讲这个对，没错，马克龙就是喜欢说个大话，当时年轻时候够帅，选上了。哎，卡利是什么角色？卡利是这个学经历背景不错的、对，这个刘金博士这很优秀的，你看这个60岁的央行，对央行的，我跟你讲，他最主要，我觉得他的优秀，因为这个国家领导人真的非常重要，哪一个国家你去看领导人就知道，这个人优秀。第二，他有个性。所以一开始他就要反击那个关税，只是他的力量，整个地虽然大，他力量不足以抵抗美国嘛，因为美国领导整个世界，就像刚刚讲的，一个美元一个军事，就把他克服到他没办法，他必须另找出路。第三个，因为他的优秀，他非常有自信，他觉得我死都不想输你川普。我跟你讲，还是一句话，以肤色来讲，以种姓来讲，你觉得他应该跟谁在一起？当然，政治地缘当然是跟美国啊。怎么会跑到中国呢？答案非常清楚，就是爱与生存之间的关系嘛。大家都要求生存，然后人家生存根基都不给，这是非常严重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那当然这个他卡利讲了很多话，但是这口气就是自信，不想要输才讲出川普这些话说，我跟你讲。派兵我都可能派兵，这跟你美国这个硬干。可重点来，你吓得到川普吗？川普会怕你吗？你怎么样打不了，攻不了我的军事实力？但是我觉得川普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当人家变心的时候，这个女孩子要变心去跟人家在一起，你会不会怕？我觉得他将来会怕这一个部分。还是一句话哈，他讲这个非常清楚，中等国家要共同行动，他要集结力量。可是这些中等国家力量还是都不够的，他知道他自己一个属于中等国家不够力量，再找几个了还是不够，法国、英国还是不够，怎么办呢？我跟你讲，你就会发觉世界在变，因为有一个国家给世界机会、幸福，很清楚嘛，一带一路这样走出来，是不是这样子？第二个国家呢，给大家恐吓、威胁，那你这些中等国家，他现在还是抓不到根。我跟你讲他讲的也很有道理啊，我们不共同行动，就会变成盘中餐呢。盘中餐谁在吃？就是川普在吃，美国人在吃。我跟你讲这些他觉得，但这种国家集结还是人都不够。将来也就是各位看到这个卡尼这次为什么这个以前跟中国其实也已经交恶一阵子尤其这个孟晚舟那个2009年底的那件事件，2008年11月底12月初的事件，这个是一个大事啊。开玩笑，为什么现在好？其实也不是真好，也不是真的爱中，就是因为生存。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重要。那么未来还不止这些国家，你知道他现在要依靠的是，因为 G2 另外一只叫龙鹰之争，这只龙真的有一个力量是他们可以依靠，可以抵制这个三霸的这个对手啦。那而且这个还依附了另外一个在民主国家所讲那个 CRINC， 你知道他们叫邪恶轴心。当时西方世界喊着邪恶轴心，但是从某个角度，连江近平或意味思考，所以的CRINC 这个 China、Russia。或者这个 Iran 还有 North Korea， 你觉得他们是真邪恶吗？当然，很多人可能我这样讲，他会不赞成。但你不觉得这是因为你所站的角度的不同吗？而这些国家，尤其在中国带领之下，可能真的给全球机会和幸福。当集结的时候，搞不好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更稳定。所以联合国这个组织是美国开创的。现在美国想在那边控制，他控制不了，他这什么都想自己再成立一个嘛，不是和平委员会，不是就是。因为他得不到诺贝尔奖，就已经不爽，却要搞和平委员会，看起来真的是整个世界变得也太快了。而且刚刚讲，川普才当1年呢，真是可怕。世界的秩序真的是已经大变了哈。我们来请教熊廷议员，中等国家要团结起来，共同去对抗这所谓的美国想要去更改的这样的一个片面秩序，讲起来是很好，
大家都愿意做，也应该要这样做。可是所有国家都会对着卡尼讲说：“我哪买准备造，我干嘛我准备要造，动不了嘛。”所以美国现在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你可以大概的看到说，川普跟他身边的人的一个轮廓，就是过去美国所建立起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美元加军事的这样的一个霸权，就像《经济学人》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叫做“炮舰式的这个资本主义”，就有点像当年东印度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过去大家认为就是说好，那双方是一个 fair trade， 就我拿所谓的我的国际秩序的稳定来跟你交换，我在经济利益上面，我在那边可以卡你一个油，然后全世界来走这个所谓的这个全球化，然后一起的去往效率去发展，对整个国家跟全世界的发展都好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在川普跟他这一群人的一念之间完全改变。川普的角度看的不是这些，他看的不是这些好的部分，他看的不是经济有效率的部分，他看的是说，你们这些人借着全球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你们全部都在卡我美国的油，你们有些人在赚我们的钱，你们有些人在免费的拿我们的保护，所以现在你们一个一个把钱给我要回来，这个就是川普现在的做法。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到底会让国际秩序崩溃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其实你就光看《经济学人》的这个封面就很恐怖啦，它就是当年东印度公司的这样子的一个荷兰跟英国在这个海上的这样的一个争斗，也就是全球现在完全就是一个强权及公理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秩序了。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现在这个时代里面，谁在防守，谁在攻击，你都看不懂啊，对不对？你左边看到就是说，前一秒还在跟欧洲一起这个抵抗俄乌这个冲突的人，然后后一秒先跟普丁站在一起，下一秒跟你说，格陵兰给我，哇，这谁在攻谁在守，完全搞不清楚。那在这里面，其实坦白讲，就像刚刚亮哥所提到，欧洲受伤最重。欧洲人过去很自傲，就我的文化、我的底蕴，我很喜欢讲这些美好的语言、正确的道路、正确的道德观、价值。但这些东西你会发现，每一个元首都在讲，然后但是对川普就开始在退让。所以你知道，整个欧洲人是亲眼着看到他们选出来的领袖，在所有的价值观里面一再的退让。那这些欧洲人会怎么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整个的逻辑里面，你可以看到，现在欧洲在做的这些事情，他试图的想要去做 balance， 虽然很难，可是这某种程度就像刚刚聂老师讲，他其实就在表达我对你美国片面改变国际秩序的不满啊。也就是说，现在的美国其实像是一个双重的压力锅，在国内它有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他自己美债的负债，他自己民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消费过量，所以你看，川普甚至还讲说，信用卡的这个利率要调到 10%， 就是因为他们有50%的人都在用循环利率。在国际局势里面，他面临到其实大家都是什么？敢怒不敢言。但是这个压力锅终究它会在哪里爆发，或哪里的爆点会改变，那这个都很难说。所以国际秩序已经完全被川普破坏掉，这也就是为什么回过头来我们讲金价会突然涨到4000多，就一路就不确定性跟不稳定性，大家最后看到的就是我真的没办法相信任何东西，我只能相信黄金了。就是现在美国呢已经完全不鸟这个欧洲了，那么现在谁能够跟美国去抗衡呢？似乎只有中国，因为中国有什么？中国有美国非常想要的稀土啊。那么现在呢，贝森特呢是非常满意什么？满意中国的稀土已经有出口了。好，我们来听一下呢，他是怎么去称赞北京的。They are flowing as expected. They are in a fulfillment rate that's in the 90s, which I think is quite satisfactory. Japan and China have got a skirmish over some remarks that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made. So the U.S. is immune from that. 称赞一下中国，还要酸一下这个日本啊，是你自己这个言论上面的问题，所以发生了摩擦哈。但是美国拿到稀土了，很不错，很满意啊。那日本的方面呢？除了现在跟中国的关系不好，现在他们的经济呢也是非常的可怕，因为他们的40年债息是首度突破了4%哈。这个呢，日债呢也遭到了疯狂的抛售，这个40年期的国债孳息率飙升历史新高，首次突破了4%，创下了自2007年推出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是日本主权债务30多年来的一个最高纪录。那现在日债风暴也引发了蝴蝶效应，花旗就预测了说呢，这个
风险评价基金可能需要出售多达当前风险部位1/3的资产呢，光是在美国就可能引发高达1300亿美元的一个债券抛售了，真的是非常的高。好，那但是呢，现在高市呢，它还是没有要这个对自己的政策来进行调整的部分。尤其呢是跟这个中国方面的关系哈，现在呢中方就非常的不高兴了，就说啊日本呢你死不认错，所以呢你根本没有资格入场，说日本对于历史罪行不知悔改，挑战2战的胜利成果，你根本没有资格要求成为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好，除了这个官方出来骂之外呢，民间的方面呢，中国大陆的赴日旅游人数呢也是给你去骤减了哈。现在东京的一个官方数据也显示了，2025年12月来自中国的赴日旅客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5.3%，哇，这个已经几乎是砍对半了。好，另外呢，日本的最后2只大猫熊也要去回到中国了。这个动物园预计啊，其实在12月16到25期间呢，就有17.8万名游客去参观了，而且平均每个名额呢是有24.6人申请，大家都非常想要去看这个猫熊的最后一面，所以动物园呢也特别呢去发布了影片来回顾这个猫熊的成长史。哇，从小看到大的猫熊现在要回去了，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鼻酸啊！这个日本人呢也都非常的不舍，但是除了看不到可爱的猫熊之外呢，他们可以看到什么？可能要看到俄罗斯的军机了啊！现在呢，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呢，竟然在日本海上空飞行超过了11个小时。这个是图95的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国际水域上面飞行。莫斯科此举可能就是要向日本还有美国发出警告，并且要展示这个飞机的性能。而现在呢，美国的一个最新 AI 兵推也显示了，其实如果中美开战的话，哇，美国是非常的危险的。好，这个是一个保守派智库的基金会发布的一个兵推报告，模拟了在台海爆发高强度冲突的场景。这个潮汐波报告就警告了，说呢，美军在冲突爆发之后数周内就会达到崩溃点。那美军呢陷入作战极限的时间呢，不足中国的1半啊，持续作战能力是远远弱于中国的，这会导致美军在西太平洋遭受灾难性的损失。而这个兵推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是采取 AI 驱动模型，进行了数千次的模拟反复运算呢，不是只有1、2次而已，是数千次。怎么算呢？都算不了，90%的这个战机都会被摧毁。而现在啊，共建呢也非常的跑到了这个南美洲去了哈。你美国的舰艇来到我们这个太平洋，那我们就去你南美，竟然是首度靠乌拉圭啊，这个真的是解放军首次去停靠该港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啊，你日本搞事，美国搞事，那我们中国呢，就向你展现军力吗？我们请教亮哥。我觉得美国的利益恐怕跟日本越来越不一致啊。这个高市早苗想要在选后3月20号能够去美国，可是中国大陆对日本的稀土抵制啊，导致日本的军事本土化受到阻碍，这其实美国是乐见的，因为你日本做出来，所以只好跟我买啊。所以美国的军火商是高兴的啊，所以我觉得美国跟日本不会站在同一边啊。现在中国大陆因为期望着4月川普要访问中国大陆，双方也许会做一些大交易嘛。所以允诺的大豆还有稀土都是如约在进行啊，所以日本在这里要得到便宜不容易了，尤其是最近这个日债啊，这个麻烦可大了。你债息在飙升，那就是价格不断的下降啊，所以有人会抛售日债。所以我一个日本朋友跟我说啊，现在大家都要看那个日本央行的决定啊。要不要进场买进日债？不然你要撑住债券的价格啊，不然万一债息一直飙，然后那个日债一直跌破，那怎么办啊？可是啊，如果日本央行决定要进场买日债，这会联动到抛售美债哦。这利益又不一致嘛。我跟你讲，因为你要叫日本的寿险公司回来买日债啊，
那日本央行带头啊，来撑住我们的债券价格嘛。日本寿险公司手上最多的东西就是美债，这个洪庭最清楚了。所以这里面是有矛盾的。可是日本你去看啊，它明明就在升息，结果日元一直贬，对，这表示什么？表示大家预期你的经济有问题了。不然照理讲应该要升值啊。结果日币从155又给你跌到158、59，有人甚至看到165，那你去想想这是什么状况？表示你的经济出了问题。高市早麻那只是几支箭啊，那也都学安倍了。那过去安倍也没有成功啊，你怎么能寄望你成功？那本来要用国防工业来带动供应链、带动经济嘛，就现在国防工业又被中国卡住，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坦白讲了，不管他选举选得好不好，日本的未来真是命运多舛呐。而且不得罪美国，我真的难以想象啊，因为你只要保自己的日元吧，保自己的日债吧。可是当你做这种动作，你就非卖美债不可。那你到时候就是你刚刚讲了，会触及1300亿美元的抛售啊。这个比那个丹麦才1亿，那差多了，对不对？所以贝森特说都是这个日债惹的祸，日媒还很不高兴呢。看来现在是真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日债危机浮现了，可能会拖垮美债吗？请教丁老师。OK， 在这之前我先讲一下，因为刚这一段谈到这个 Bessent， 我觉得 Bessent 跟刚商务部长因为他是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的 Luknick 都一样，都是典型的中心内阁嘛。我还是一句话说，我觉得近墨者黑，你知道吗？久了以后呢，讲话都会很类似，就讲好听的话。那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从川普他旁边这一群人都开始真正怕中国，因为中国崛起太快，他发现中国的底气已经高到一定之后，他们不敢随便得罪，所以很多言语都非常小心。所以人家真的什么都不给你的时候，他就开始讲一些酸话。你会去回顾看这几周这几个月，你就会发现这种事情越来越多。那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日本这个债券的问题哈。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我们经济学这样讲哈，日债和美债是两回不同的情况哦。因为日债大部分他们是所谓的内债，其他国家大部分都是外债。那日本人因为以前很中心，那日本因为内债它没有结构性的问题。那这个美国呢，它38兆，即便今年40兆，它没有流通性的问题。那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呢，最后会产生什么呢？就是你会让人民无信心，就会抛债。所以他是自己的人民在抛比为主，因为是主权债是自己人民买。那当然这个会恶性循环到这个国家的未来的经济会越来越惨，但这产生另外一种的内卷。那我觉得，刚这个亮也讲到这个美国日本，他可能就要做一个动作来把它 offset 这一块，那可能就是在公开市场嘛，这个 open market operation 把它买进。在买进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有钱，足够的力量。那现在最挺美债的，大概以前就是日本嘛，一直是日本。对，只有在金融海啸的那个时候，中美没有决裂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有支持，还冲过了日本。不过现在他也在回收了，但日本再来，当日本也需要钱也回收的时候，他挺不下去，那美国这个还真的出问题，你知道？他最大的两个这个挺他的就是现在就是中日两国嘛。好，那我现在讲最后一个哈，刚刚讲的 AI 兵推啊。我先问这个观众一下，你觉得 AI 兵推和人为的兵推，你觉得哪个比较可靠？我也觉得 AI 兵推比较可靠，就像小孩子你问他话，他比较纯真，你知道吗？因为人为会有情绪化的问题，还有意识倾向的问题。我先讲一下所有的东西，你会发现，从无人机，你看赫克塞斯另外一个中心内阁在五角大厦前面去签那个所谓的无人机计划，你知道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他知道他输的太多了，他必须要重整，跟尼克森总统那个时间的这个做法一样。但是这次现在美国体系可能没有办法这个追过了中国，因此这次兵推，我觉得它的结果这个我觉得还蛮扎实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日债危机会不会影响美债？请教熊廷议员。这绝对100%会影响美债了，只是就是说，从刚才刚聂老师以及大家，我想日本的这个债务占他自己 GDP 的260%，所以说老实话，它的这整体，因为
内债大概占100啦，外债大概占160%，所以你其实纯看外债的话，它跟其他国家差不多。新加坡是100，美国是140，然后这时候我就要特别讲，我一直在讲，就是说台湾的经济体制是好的，因为我们只有40。对。所以不要再说政府会倒，不要再说政府会没钱，这些都没倒，这些都还活着，我们怎么可能会死掉？所以拿什么没有钱去发所谓的这个公教人员退休金这些东西的，都是乱七八糟在讲话。所以坦白讲，这会引起很大的风暴，而这个风暴只能靠什么？只能靠 QE 来解，也就是要用更大的一个泡泡来包住这个部分。那全球就已经走到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所以这个对经济来讲，说老实话，就是大到不能倒的续集再续集，金融海啸的续集再续集，接下来就是一路往这样子去走。所以坦白讲，没有资产的民众会活得非常非常辛苦，然后未来的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这都是可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川普时代造成的不确定性，然后引发了各国的这样的一个货币竞逐，它就会发生这样的状况。这也就是我刚才在强调说，为什么黄金到现在一直涨，因为过去比较能减缓黄金涨幅的，就是大家认为说加密货币或许会是一个可以避险的工具。可是第一，它没有支撑；第二，后来量子的技术有可能出现突破。当量子的技术一出现突破的时候，加密货币的瞬间它的价值就会完蛋。所以最后大家为什么只看黄金，然后黄金会有这么大的涨幅？最大原因就是只有原物料这些东西是可确定性的。对，是